恐龙人统治地球是什么样的？迪迦这集告诉你人类究竟有何特殊之处。故事的开始便是大兵老师领着胜利队的开心果组合去恐龙中心看一具结着冰的特暴龙遗骸。最令人震惊的是，这只恐龙甚至被动了生化电子手术，变成了机械暴龙兽。赛博坦星直呼内行。正当此时，我方水晶正在被攻击 ，TBC 总部又日常被干扰了。原来是自称宇宙之神的纳迦人小神仙要接手地球的归属权。记住这个宇宙之神啊！另一边，一位黑衣人给机械暴龙兽加了点料，并且补足了他的能源。95号加满，谢谢。而这种强大的能源被二人组检测到，于是返回的两人正面和黑衣人撞上了。注意，这里有一个删减，咱们童年原版这会有一个黑衣人的恐龙人面部镜头。他现在的版本被删除了，只能说不影响大局，但是可惜了做出来精致的可动恐龙人面部。现在交手之后啊，原来是一位小姐姐，停如此美丽。虽然双拳难敌四手，邪恶的胜利队赢了，但我们的小姐姐最后还是在昏迷之前启动了电子恐龙的开关。小时候一直觉得这段恐龙复活做的相当逼真，甚至背景还有心跳声。玩破奈扎1号堂堂复活，讲道理本身特暴龙就很霸气，配合这一身机械装备确实相当的帅。此时泽金总监再次展现了他强势的一面。对于地球侵略者，我们立场一向坚决，无论受到任何威胁，我们绝不屈服。于是面对如此挑衅，队长下令全体胜利队准备出动。明白。耶瑞队员，这种时候你打算一个人留在这里吗？明白。野瑞终于如愿以偿的又出外勤了，这也是第一次除了队长之外所有人全体出动。不过因为经过了特殊的改造，所以小燕子1、2号的攻击基本就是给玩破奈扎做光子嫩肤，不仅没啥用，还惹得玩破奈扎反击。从胸口发出的巴尔坎炮差点给哥几个整退机了。结果这纳扎人还真是个忠厚人呐，不知道是不是领导给的侵略经费不足，总之突然表示要给人类1个小时的思考时间，缴枪不杀，莽子星辰直接想重火力偷袭。但是机智又谨慎的队长让哥几个先给恐龙做个 X 光看看内部构造，而研究所那边正在给小姐姐做检查的真优美一声惊呼 ：“Oh my god！ 居然是10万年魂兽化形！”而门外一只非人的眼睛死死地盯着里面。哇去，这个质感绝了！结合外面的玩破奈扎，绝顶推断这个小姐姐应该也是当初未曾灭绝的那部分恐龙，被外星人带走之后，最终另类进化的产物。看起来有点大胆，但有趣的是，即便放在现在，也没人敢站出来讲。哎呀，这种说法是100%错误的。毕竟未证明的事就是可以天马行空一些。高纬度的超级文明到底存不存在，谁又能说得清呢？而指挥呢，便已经开始了对玩破奈扎的照射分析，由真王牌驾驶员丽娜亲自操刀。此时大伙儿在传过来的影像中发现了其胸口处的异常装置，绝顶瞪大了他的钛合金眼睛，认出了。错不了，一定是中子弹。这么大一颗中子弹，万一爆炸的话，地球上至少1半的生物将遭到毁灭。听闻此言，直接医学奇迹，龙姐姐直接暴起，说那家人只是要净化地球，然后将其送给恐龙人，而并非毁灭。但大古显然不信那一套，并且让龙妹妹回头是岸，直接质问道：“那我问你，为什么娜迦在玩破娜扎体内安装中子弹呢？包括你也会被害死。”显然龙妹妹也有点动摇了，嘴上说着不相信，但表情却很诚实。尤其是当大古提到玩破奈扎有点可怜的时候，显然小龙女人美心善。但此时大兵老师，不是，应该叫阿达，正式摊牌了。他就是被改造的第一只恐龙人。但大古的体术显然也不是盖的，直接开启人间体空中形态，闪避的相当灵活。而被赶来的安保人员枪击后的阿达，这个妆容真的让我记忆犹新，真的牛哦。不过尴尬的是，玩破奈扎1号属于双人共乘机甲，因此阿达姆一个人启动不起来。但万万没想到，这玩意有俩。于是哥们直接启动了玩破奈扎2号，可能因为有点起床气的原因，直接一个猛龙摆尾先秀一波，然后视线锁定力争的1号恐龙小伙子。但此时115化身弹指巨人阿尔敏想要和人类好好先谈谈，但阿达姆显然完全听不进去，而绝景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如果让2颗中子弹汇合，其作用产生的恐怖破坏力会直接毁掉整个地球的生物。于是星辰便想利用德克萨斯光束对其腿部进行干扰，但显然玩破奈扎也不是笨蛋，哥们你等我杀呀！直接究极破坏炮招呼上，打断2号小燕子的技能蓄力前摇。此时大古那边和阿达姆已经纠缠了起来，气氛突然变得略有哲学。总之大古告诉阿达姆，那家人就是利用他们罢了，得到地球之后才不会管什么小龙人的死活。但阿达姆显然已经是那家孝子，根本不信。一个无情铁手接大杀四方，在一个起始踢来一大 kick 给大古踹到了板边，然后就是这段主旨对话：我们都是在地球上出生的生物，为什么要互相残杀呢？
弱肉强食，这是地球不变的法则。但最后一击被挺身而出的衣物挡了下来。大古见状，直接 cos 香秀树飞身而下，变身迪迦。听说你想弱肉强食，被救下的伊武露出了绝美的笑容。哇塞，这个角度真的是而重拾同伴的阿达姆终于开始重新思考，告诉迪迦，玩破奈扎已经被那家人接手。迪迦微微点头，谢谢你，弱肉强食已收到。这也是迪迦继第1集之后再次对决2只怪兽。虽然严格来讲现在是1 v 1，但迪迦依旧想要实现自己的近战梦想，于是屡败屡战，一次又一次的向前，阻止玩破奈扎2号。但显然在力量上，复合型并不能压制住本体就为特暴龙的玩破奈扎，直接变快了。不是，这次居然选用了稀有的空中型，一个闪身躲过飞弹，并且来了一记巨帅的后空翻。这一下子我记了很多年，虽然有点刮痧，但是耐不住他刮得快呀。本来以为要续写空中型的高光，可惜最后果然还是让他稳定发挥。难怪果儿不爱耍，确实不够猛。空中型吃瘪加1，但恐怖的是2只玩破奈扎快要汇合了。绝顶见状冲了出来，告诉迪迦千万别让这俩玩意组合。迪迦说我知道你很急，但你先别急，我缓缓。于是重新调整定位，法师上线，一发迪迦冷冻术放缓了2龙汇合的步伐。但显然这招对于机械系的怪兽效果有限，毕竟众所周知机械系克制冰系，于是便又觉醒了超古代莽夫血脉，直接肉身上去硬造。我的妈呀！果不其然，空中型可不惯着你呀，顶不住顶不住。千钧一发之际，大古查询技能表，并使出全新技能格里普光线。之后中子弹共鸣飞出，迪迦 show time。哎，走你！奥特快递来喽！配合栽培利奥光线，直接原汤化原石。听说你是宇宙之神哦，拜拜了您嘞！最后，大古在2人的注视下变回了人类。我希望你们能再跟人类好好谈谈，好吗？我相信可以找出共同生存的方法。大古的真诚最终打动了阿达姆，但此时的他却觉得自己失去了住在地球的资格。原因无他，只因为他曾想毁了这里的一切。最终，他们与自己，也与地球上的所有生命达成了真正的和解。伴随着对迪迦的感谢，故事落下了帷幕。再见了，迪迦奥特曼，谢谢你。回顾第23集《恐龙们的星球》，2位恐龙人的名字 Adam 与 Eve 其实就是亚当与夏娃的音译。从名字上就揭示出，这是关于生命自由与伦理道德的一个篇章。事实上，共存的话题可以说是贯穿奥系列创作的始终，只是不同的作品会给予不同的诠释。而迪迦则是给出了一个更为温和的答案，即相信生命之间所共有的内在情感，更是阐述了作为人类的我们因何而不同，那就是对于其他生命的博爱。即便在进化之路上，人们一次又一次地破坏着一些平衡，但也始终有一部分人行走在呼吁保护与共存的道路上。这是我们与其他生物本质上的不同。正如大古所代表的人一样，会对一些不当的行为进行反思与纠正，这更是阿达姆最终回心转意的本质原因。面对着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始终尊重生命的大古，他对自己的格局显然是无法原谅的。在针对一些地球本土层面的问题上，相信美好，尝试沟通，这是诞生于上世纪末展望美好新世纪的迪迦始终不变的主题。点赞关注，下一集将是迪迦风评最差的一集，来看看是怎么个事儿。我们迪迦下集再见喽。